莊子曾言，大部分人之所以感到痛苦，根源在於過度自律，尤其是那種刻意為之的自律。在我們所處的時代，意志力備受推崇，仿佛只要能夠克制慾望，戰勝懶惰，人生的所有問題便能迎刃而解。然而，事實真的如此嗎？早在2000年前，莊子就對此持有不同觀點。可為何時至今日，自律依舊被捧上神壇？今天，我們就借助莊子的刻意篇，深入剖析此事。只有讀懂刻意，方能領悟莊子所推崇的生活方式，以及真正的養神之道。在正式探討如何養神之前，我們首先要弄明白，人為何總愛與自己較勁，非要刻意追求自律。原因在於，自律能營造一種掌控感的幻覺。我們一生面對的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，而自律仿佛在承諾，即便無法掌控世界，卻能掌控自己。這種對自我的掌控，不僅能帶來虛假的安全感，還能將複雜的人生簡化為一個公式：成功等於天賦加自律。一旦遭遇失敗，便簡單歸結為自律不足。如此一來，既能輕易排除所有外部因素，將責任全部歸咎於個人意志，又能逃避面對現實的複雜與無力。更何況，我們的文化向來崇尚奮鬥精神，能夠克制慾望，忍受痛苦，本身就被賦予了極高的道德價值。由此，我們堅信人定勝天，只要意志力足夠強大，就能解決一切問題。但現實卻是，大多數人自律沒幾天，內心就疲憊不堪，下意識地想要逃避和拖延。這是因為我們內心的驅動力並非自然而然產生，而是一種強制性的自律，是那個渴望進步、追求完美的自我去壓制、監視渴望休息、尋求快樂的自我。無論最終結果如何，唯一可以確定的是，你一直在消耗自己。大部分精力都用於自我監督和自我壓制，本質上是在抗拒內心的真實聲音。這種高強度、持續性的內心衝突，就是我們常說的精神內耗。要知道，人的意志力並非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資源，它會逐漸被消耗殆盡。當意志力耗盡時，各種心理問題便會接踵而至。莊子早已洞悉這一切，所以在刻意篇中，他並未講述如何憑借意志力自律，而是着重闡述養神之道。不是消耗精神，而是滋養精神。把神養足了，自然就有能量和力量去應對各種事物，人生也會順遂起來。刻意篇開篇，莊子描繪了5種人，他們皆是過度使用意志力的典型，凡事刻意為之，活得格外疲憊。第一種是山谷之士，即隱居避世之人，他們刻意標榜自己的清高，脫離世俗，熱衷於將自己塑造得與眾不同，內心深處其實瞧不起他人，卻偏要說自己看破紅塵，仿佛唯有自己清醒，他人皆是俗人，骨子裡透着一股傲氣。他們還常常把自己弄得面黃肌瘦，似乎越淒慘越光榮，享受當苦行僧的感覺。第二種是平世之士，也就是那些熱衷於道德說教的人，他們將仁義禮智信掛在嘴邊，行事講究繁瑣的禮儀規範，認為把自己修煉成道德模範，便是人生的贏家。他們四處講學，以傳道授業自居，自認為是聖人。然而，莊子對此並不認同，他覺得仁義這東西比迷藥還可怕，會讓人越學越傻。與其刻意扮演好人，不如順其自然，展現真實的自我。第三種是朝廷之士，即野心勃勃之人，他們整日琢磨着幹大事，製造大新聞，渴望名垂青史，嘴上說着尊君愛國，心裡想的卻全是升官發財、奪權掌權。莊子對這類人更是不以為然，直言功名利祿會使人陷入苦累、擔憂、恐懼等6種負面狀態，簡直是自討苦吃。
第4種是江海之士，也就是所謂玩躺平的人。他們受不了前面幾類人的折騰，索性躲到山溝或大湖邊，整天釣魚發呆，追求一種啥也不幹的極致無為。莊子並非反對無為，而是提醒道，無為並非什麼都不做，既不要沒事找事，也別刻意什麼都不幹。那種刻意的躺平，實則也是一種刻意。第5種是導引之士，即養生愛好者。他們每天呼哧呼哧的深呼吸，模仿熊爬、鳥伸等動作，吐故納新。但莊子認為，這些方法都是治標不治本。真正的養生在於養心，讓靈魂安靜舒展。刻意追求長壽，本身就違背了自然規律。這5種人幾乎涵蓋了我們身邊的絕大多數人，無論入世還是出世，追求功名還是長壽，他們都犯了同一個錯誤。刻意，他們都憑借強大的意志力去扮演自己認為正確的角色，看似走在正確的道路上，實則一直在與自己的天性抗爭。這便是我們內耗和倦怠的根源所在。莊子說，若夫不刻意而高，無仁義而修，無功名而治，無江海而閒，不道隱而壽。真正厲害的人，從不刻意追求清高，品行卻自然高尚；從不把道德掛在嘴邊，德行卻自然完美；從沒想過建功立業，世界卻因他變得更好，不用躲進山林，內心卻自然清靜安寧；從不痴迷養生，身體卻自然健康。其中的奧秘就在於無不忘也，無不有也這8個字。他們忘掉了一切刻意為之的目標，反而擁有了一切。當內心淡然寧靜，寧靜到沒有邊界時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會如同被磁鐵吸引一般，自然而然地匯聚到身邊。這既是宇宙的規律，也是聖人的品德，更是不刻意的智慧所在。當然，這並非玄之又玄的空談，而是每個人都能學習並實踐的養神之道，分3步即可做到。第1步，學會修心。修焉則平意義。這裡的修並非簡單的放鬆，而是讓你徹底放下自己，讓心中那個時刻緊繃、時刻監督自己的監工徹底下班。哪怕每天給自己留出一段無目的的時間，不為放鬆，不為冥想，單純發呆，什麼都不想。這絕非易事，但就像小寶寶一樣，只有讓內心不再抗拒外界的焦慮、壓力，才不會乘虛而入。正所謂憂患不能入，邪氣不能襲。如此，你的精神能量、精氣神才會逐漸飽滿，不再被內耗消耗。第2步，從主動出擊轉向順勢而為。不要再用僵化的計劃強行推動生活。在工作和生活中，尊重自己身體能量的節律，精力充沛時就多做一些，感到疲憊時就休息一下。學會等待，順應身體裡那股自然的力量，而非憑借意志力硬撐。第3步，也是最為關鍵的一步，心不由樂。不要被情緒牽着鼻子走，完成任務就沾沾自喜，計劃失敗就懊惱自責。任何一種極端情緒的出現，都會擾亂內心的平和。莊子用水做比喻，水之性，不雜則清，莫動則平。我們的精神和身體狀態如同水一般，不要讓過多雜念污染它，它自然清澈；不要用意志力反覆攪動它，它自然平靜；不要對外物有太強的執念，它自然淡然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讓它變成一潭死水，要讓它順着自然的大道，活潑地流動起來。這就是不刻意的生活，這就是養神之道。放下那個應該成為的自己，去擁抱真實的自己。你會發現，真正的自律並非對抗，而是找到與自己、與世界和諧相處的狀態與方式。到那時，便不再有努力的概念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源自天性，不會感到疲倦，因為你的能量沒有被內耗。不要被生活中各種應該的觀念所綁架，
它們只會消耗你。一定要分辨清楚，最終找到與自然大道同頻共振的節奏。這便是2000年前莊子為我們探尋到的真正通往自由的道路。講到這裡，我不禁想起陶淵明的詩：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當你停止追逐，停止一切刻意的行為，回歸本真，整個世界會以最溫柔的方式向你展現它所有的美好。這就是莊子的智慧。真正的強大，不是憑借意志力硬扛，而是用養神替代耗神。真正的自由，不是戰勝自己，而是與自己、與世界和解。希望本期內容能幫助你擺脫精神內耗，活得輕鬆又通透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再見。